原著的背景是在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，天下群雄并起，由现在的皇帝结束战乱，登帝为基。万将军和程始是结拜兄弟，万将军和程始从龙较晚。后来皇帝一统天下后，万将军的官位比程始高，但是万将军的能力却不如程始。因为万家是豪门大户，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，招兵买马很容易，而程始小有名气后，便投在了万将军的麾下。程始出身寒门，有今天的地位全靠自己，而万将军表面看着风光，实际上在大事上拿主意做主的都是万老夫人，而万家能有今日之光，万老夫人才是真正的幕后功臣。万老夫人的狠辣果决，万老夫人嫁给万老爷子是一个美丽的意外。其实那时候的万老夫人未必有多喜欢万老爷子，多少有赌气的成分，但架不住万老爷对她的深情。两人婚后，无论族人如何撺掇，万老爷子的母亲如何咒骂，万老爷子都坚持不纳妾。爱情有时候就是如此，一开始的轰轰烈烈，也许不如年深月久的陪伴。很可惜，万老爷子去世的特别急，而那个时候万将军还不到10岁，孤儿寡母、族中亲族就开始盯着万家的家产了。旁支族人逼上门来说，万老夫人出身贫家，本就门不当户不对，叫他赶紧将万将军交给他们抚养，自行改嫁就好了。万老爷子给他留的私人财产可全部带走，算作嫁妆。万老夫人不肯，族人们就说他定然守不住家业，说不定将来会把万老爷子的家业贴给了别的男人。而且万老爷子的部下中本就有不少万家子弟，他们都帮着自家长辈，等着分一杯羹。所以不论万老夫人怎样发毒誓，他们就是不肯罢休。迫不得已，万老夫人只好自剜一目，自割一耳，将眼珠和耳朵丢到了为首之人身上，说她绝不改嫁。万老爷子的心腹原本不好插手万家家事，听闻此事也怒不可遏，当即火拼起来，要给万老夫人撑腰出气。僵持了1个月，万老爷子的结拜兄弟终于从远方赶来，他就是江湖上著名的仁义豪侠，对这些贪婪霸道的万家旁支软硬兼施，他们才就此罢手。后来万老夫人手段非常，慢慢的讨坏将领，收服人心，渐渐的立住了威望。又过了几年，万将军早早加了冠，自己领了人马，就开始一个个收拾当年逼迫万老夫人的那些混账叔伯，甚至连那些叔伯的子孙后代也被万将军收拾得所剩无几。所以后来万家不但主之子嗣单薄，连旁支的儿郎也不多。万老夫人曾经劝过儿子，对同族血脉太狠，有伤人和，所以才膝下空空。可万将军一想到自己的母亲晚目割耳后，一时头痛，一时伤出渗血，整夜无法入睡，闹了10几年才熬过去。自己的母亲受这样的大罪，想起来就恨。所以不管万将军在外面立了多大的功劳，有多威风，在家里仍对万老夫人言听计从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，一个丧夫又携带幼子的女人，教育儿子，管束下人，甚至逃换将领，内外兼得，使万家最终能在乱世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果真巾帼不让须眉。程宋被程家过继给万将军，萧云一曾经评价万老夫人，万老夫人乃当世豪杰，欲加如御君，能而视之不能，用而视之不用，令出如山。万将军隐藏了看舆图，万老夫人知道后，立马惩治了万将军，并借程少商之手将图还给了凌不疑，避去了万家的一场大祸。程少商在万家石桥上动了手脚，使得各世家大小姐落水。万老夫人一面敬佩程少商，一面也将此事差人告诉了程氏夫妇，行事稳妥公正，又进对有度。萧元一跟着程氏在战争中风雨来雨里去，是何等精明的女人，能对万老夫人有这样的评价，可见万老夫人的厉害。甚至我以为她就是年轻时候的程少商。当然，万将军能有今天的地位，除了母亲时时的耳提面命，最重要的是还有程氏的支持。对于程氏和万将军来说，对方都是可以托付家小的人。万将军生了13个女儿，却没有一个儿子，这也成为了乃至整个万家的心病。加上他年岁已大，已不可能再育有子嗣，过去一个儿子到万家是最好的选择，万家旁支是不可能了，最好的人选就是程氏的儿子。程氏夫妇同意的理由有3个。
万家知根知底，又有万老夫人镇宅。万将军在大是大非上也是知道轻重的人，自己的儿子过去后就是万家唯一的儿子，不会有家产争夺这些险恶，直接就继承了万贯家财。最重要的一点，程宋和万将军的女儿万七七两情相悦，万程两家反正是要做亲家的，让程宋做万将军的儿子，不是比他做万将军的女婿更好吗？所以万七七最后被过继给了自己的舅母，程宋被过继给了万将军，既成全了一对小夫妻，又圆了万将军的儿子梦。万程两家亲上加亲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一直非常羡慕程氏和万将军的兄弟情，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，这在人心难测的现代社会有多么不容易。如果有一天你能遇到一个能为你出生入死的兄弟，能为你彻夜长谈的闺蜜，千万不要放手。他们对你的人生正面积极的影响，不亚于你的父母兄弟，甚至丈夫妻子。